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还能扛多久呢？现在把美国当作他大爷，希望拉着美国来遏制我们中国，甚至在南海占一点便宜。特朗普总统给他当头一棍，他再也无法在菲律宾人民面前假装他跟美国的关系是坚如磐石。如果马克思总统没本事干，我相信杜特尔特总统有更大的魄力、智慧和勇气，能够把菲律宾的事儿干得更好，能够改善中国与菲律宾的关系。大家好，我是高志凯，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还能扛多久呢？大家知道，在最近几年来啊，中国与菲律宾就领土纠纷的问题啊，不断的摩擦，这个摩擦都是菲律宾方面错误行为一手造成的。中国是在捍卫我们的主权与领土完整，我们不断的对它进行交涉，不断的采取正当的防卫的措施啊，来驱逐它入侵到我们领海啊，或者接近我们的岛礁边上的那些犯规的船只啊等等。但是它就是不醒悟啊，它是把美国的大腿越抱越紧。大家知道，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啊，现在把美国当作他大爷，整天抱着美国的大腿不放啊，希望拉着美国来遏制我们中国，甚至在南海占一点便宜。当然了，美国呢，很明显也想利用菲律宾当作一个筹码，利用菲律宾当作代理人，甚至挑起在南海的一些争端，美国呢从中渔利。当马克思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被特朗普接见的时候，他还兴高采烈地说了一句话，说：“嘿，我们在抵抗中国的时候啊，走在最前面。我们美国和菲律宾是坚不可摧的盟友，我们对美国表示感谢。”话音未落，没想到特朗普总统说：“嘿，我们美国跟中国的关系也不错嘛，我希望你菲律宾跟中国也要搞好关系呀。”这简直就是对马克思总统当头一棍呐！为什么呢？很清楚，马克思总统是不是打错算盘了呀？他是希望美国跟菲律宾一起，甚至菲律宾能够调动美国来实现菲律宾要侵占、霸占中国领土的一些野心。他觉得啊，只要菲律宾抱住美国的大腿，中国就会投鼠忌器啊，不敢有所作为。没想到，当着全世界媒体的面，特朗普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就坐在马克思总统的边上说：“哎，我们美国跟中国的关系也不错嘛，你菲律宾应该跟中国搞好关系。”就特朗普总统说的这句话本身来看，特朗普总统说的是真话，而且这么说呢，对菲律宾也是一个善意的劝告。你一个菲律宾搞不清楚事实，搞不清楚大是大非，为什么要跟中国搞僵关系呢？如果你真的寄希望于你能够调动美国的兵力，调动美国的资源来与中国对抗的话，你可能错算了美国的根本利益了吧？你可能打错算盘了吧？所以啊，我觉得虽然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白宫啊笑得有点尴尬，表面上他甚至故作镇静，但全世界都看得很清楚，菲律宾总统马克思打错算盘了。特朗普总统给他当头一棍，他应该醒过来了吧？大家听我说，马克思总统刚回到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不久，美国就宣布跟菲律宾达成了关税的协议，征收菲律宾向美国出口的产品19%的关税。这可是要了菲律宾出口商的命了，因为菲律宾最近几年啊跟美国打得火热，觉得美国是他的爷，美国是他的爹等等等等，美国会照顾他根本的利益。没想到邦当一棍下来，19%的关税，那你怎么办呢？现在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啊是欲哭无泪，在菲律宾老百姓面前是名誉扫地。更有甚者，雪上加霜的是，现在菲律宾国内啊
对于副总统萨拉·杜特尔特的支持越来越高，因为大家知道这个马克思总统啊，成事不足败事绝对是有余啊，把国内局势搞得一塌糊涂，把菲律宾跟中国的友好关系啊搞得一塌糊涂，然后呢，在南海这边穷兵黩武，小小的菲律宾试图要跟中国来比手腕，那他怎么能有胜算呢？现在美国又表态得很清楚啊，特朗普总统还是美国3军总司令啊，话说得这么清楚了，那你菲律宾应该拎得清了吧？所以菲律宾老百姓说，嘿，你这个马克思总统，你是不是在误导我们啊？为什么我们菲律宾要跟中国为敌呢？为什么我们不能搞好跟我们周边最大的邻国的关系呢？为什么菲律宾要用军事手段不断地挑衅中国，最后没有好果子吃呢？你的估计，你的预判说美国会支持菲律宾，是不是你算错了呀？你是不是真的要把我们菲律宾引到一条不归路啊？最后吃苦的、受害的都是我们菲律宾人民。你是不是试图一拍屁股逃之夭夭，逃到海外那个什么地方，继续享用你和你爹过去几十年贪污盗窃、挪用公款攒下的几亿、几十亿，甚至有个数字说上百亿美元的非法财富啊！所以啊，现在菲律宾有一个人头特别大，那就是马克思总统，他再也无法打肿脸充胖子，他再也无法在菲律宾人民面前假装他跟美国的关系是坚如磐石。所以呢，在当今的大环境下，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还能扛多久呢？在国内怎么能够做到老百姓相信他？政府的工作是在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扩建道路啊，搞互联互通啊，然后呢，防止各种各样的灾难啊等等。在国际上与邻为善，搞和平，不搞战争，不去咄咄逼人，不去拉帮结派，不去抱着美国的大腿要来抗衡我们中国等等，所有的这些都是摆在菲律宾面前的头等大事。所有的这些现在也是压在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肩膀上的头等重要的任务。他是不是会回心转意？他是不是会幡然醒悟？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中国永远是菲律宾的邻国，我们愿意跟菲律宾友好相处，我们相处了几千年，相安无事。为什么偏偏在这个菲律宾总统马克思的手里，中非友好的船要翻船呢？大家知道啊，马克思总统啊，采取了一些阴谋诡计啊，或者阳谋啊等等，实际上是把前总统杜特尔特送到海牙去了，接受所谓的海牙的国际刑事法庭的审判啊。这个本身呢是一个非常出格的事儿，因为为什么呢？杜特尔特前总统在菲律宾国内享受很高的声望啊，等等，他的女儿是现任的副总统啊，然后呢，他深受他的家乡叫达沃南部城市达沃地区的老百姓的支持，所以这么一来的话，你想想看，杜特尔特当总统的时候，中国与菲律宾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很多大的项目都已经签字了，正在等待着执行的过程中，这个马克思当总统以后就翻船了啊！所以，如果马克思总统不想干，杜特尔特总统能够接着干；如果马克思总统干不好，杜特尔特总统能够干得更好；如果马克思总统没本事干，我相信杜特尔特总统有更大的魄力、智慧和勇气，能够把菲律宾的事儿干得更好，能够改善中国与菲律宾的关系，也能够平衡菲律宾与美国的关系。大家知道，在整个东盟10个成员国里边，现在马克思总统领导的菲律宾跟我们中国的关系是最坏的，何必呢？中国跟东盟10国成员国里边9个国家，我们关系都搞得很不错，为什么菲律宾要当唯一的独行者，只知道抱美国的大腿，跟我们中国为敌呢？所以啊，菲律宾总统马克思醒悟过来吧，你环顾四周，
要知道谁才是你真正的重要的邻国。美国离你很远，中国离你很近。中国如果说真正的跟你合作的话，方方面面我们能做的有声有色。今天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看高谈不论，我们下次再聊。